主卧给小宝，次卧给妈。我和大强睡客房，苏小姐一个人住隔壁1208，这套1209空着也是空着，一个月50块，够给她面子了。50块租我的大平层。哎呀，苏小姐回来了，正好，我还省得再找你。你们刚才是在分我的房子，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们就是提前规划一下。我同意了吗？这不是正要跟你商量吗？商量之前，房间都分好了。苏小姐，你这套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租给我们。孩子明年上学，老人也要来带孩子，我们实在住不开。不租，别这么快拒绝嘛，我又不是白住，我给钱。多少？50，一天，1个月。50块租我一套大平层，50也是钱。房子没人住会坏，有人住才有人气。那你怎么不50块租商场，人气更旺？苏小姐，你家2套房，空一套出来给孩子住，怎么了？我的房子，我说不租就不租。小姑娘，我们又不是坏人，坏人不会把坏人2个字写脸上。我要住这里，我要住这里。你看孩子多喜欢，你忍心让孩子失望？你孩子失不失望跟我的房子没关系。行，你现在嘴硬是因为我老公没来，谁来都一样。我老公王大强在苏氏集团干了10几年。你不是刚进苏氏吗？以后公司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别把关系闹太僵。所以这不是商量，是威胁。我这是提醒你。你拍什么？留证，免得明天你老公来了，说我没把话讲清楚。1209不租不借不看房，也不接受50块强买强卖。还有，别再带人来我家门口安排房间，丢人。默默，你爸下周去你们公司考察，要不要顺便看看你？别，我就是基层轮岗，不想让同事知道。受委屈就跟家里说。知道啦。大强，他不同意，你明天来好好说说，你们又在一个公司，说话总比我方便。苏小姐吧，我是张翠花的丈夫王大强，昨晚他说话不好听，我替他给你道歉。道歉我收到了，东西不用。我知道突然上门不合适，但家里确实急，能不能进去说2句？5分钟，不耽误你上班。就在门口也行。 50块确实不像话，是我老婆乱说的，她人不坏，就是嘴快。那你今天想谈什么？还是1209。我们现在租的1室1厅，我妈要来，孩子要上学，我弟也准备继承找工作，确实住不开。你弟也要住？一家人能拉一把就拉一把，我工资就那么多，这附近房租又贵，我也不敢按市场价谈。你看，1个月1000，先租1个月过渡，行吗？不行。苏小姐，我真不是想占便宜，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有时候真是被逼得没办法。王先生，我理解你的难处，但1209不出租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问物业有没有附近便宜房源。所以还是不肯帮？帮忙不是必须把房子让出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苏小姐，我好像在苏氏集团见过你，你刚进公司吧？我在苏氏干了10几年，也算老员工，以后工作上说不定还会打交道。邻里之间能好好沟通就好好沟通。王先生，你这句话听起来不像道歉。你误会了，我嘴笨，不会说话。我不收礼，也不接受暗示。我承认，我差点想帮他，可他最后那句公司见，让我忽然明白，他不是只想求我帮忙，他还想让我怕麻烦。谁跟你定了？默默，你也住云端小区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王主管说的，他说你家2套房还挺有个性。不过他那个人就是爱说，听说他最近为了孩子上学和换房子的事儿，急得嘴上都起泡了。我不喜欢别人把我的私事带到公司，可听到他确实为孩子上学发愁，我又动摇了。如果只给他们过渡1周，签临时协议，有风险吗？苏小姐，您真想借？孩子和老人明天到，如果只是过渡1周，不建议。张翠花以前停车位也是，说好临停1天。最后拖了很久，他这个人边界感弱，容易把别人的客气当成默认。王大强倒不算坏，之前小区电闸出了问题，他帮物业修过几次，人也勤快。就是他们家一闹，他容易跟着拧巴。附近还有便宜点的房源吗？有，老小区远一点小一点，但能住，只是他们看不上。我帮你问了，附近老小区有2套2居室，租金比这里低很多。中介电话我发你。1209不能住。苏小姐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们老人孩子都来了，你让他们住老破小，你隔壁明明空着，为什么就是不肯帮？团子，我是不是太冷漠了？可我总觉得，只要我开这个口，就收不回来了。你不开门也没事儿，我们明天到了再说。那天晚上，我才知道，我的犹豫在他们眼里不是拒绝，是快要答应。小心点儿，这些都要搬到12楼。张翠花
哟，苏小姐回来了，正好带我们上楼吧。我什么时候同意你们搬来了？你不是说帮我们过渡吗？我说的是帮你找房源，不是让你住我家。小姑娘，老人孩子都到门口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们睡大街吧？怎么了？大家评评理，他家2套房空着，老人孩子站门口，他就是不让住一晚。要真空着，借一晚也没什么吧？借一晚容易，请出去难。我就知道，你就是嫌我们麻烦。我们不是要白住，我们给钱啊！50块1个月，也叫给钱？50块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后来不是说1000了吗？他明明有空房，还跟我们计较这点儿。那一刻，我真想过退一步，至少别让老人孩子在小区门口闹起来。可我也知道，这一步退了，后面就没完了。翠花，你怎么真把人带来了？所以你们就是这么理解我的心软？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他会直接来。翠花，你这样不对，现在跟我走，我们自己去找房子。我这把年纪了，站一会儿腿都疼。我要喝水。苏小姐，如果不方便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就10分钟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就10分钟。喝完水就走，物业已经在联系中介。谢谢，真谢谢。你这套都这么大，隔壁肯定更大。隔壁不看，我就看一眼房型，又不搬进去。不行，小狗给我玩。他胆子小，不给陌生人玩。城里人就是讲究，狗都比人金贵。哼，行，不看就不看，我去门口透口气。你在看什么？我能看什么？楼道都不让占了，喝完水就走。你不就是觉得我们条件不好，怕我们赖着不走吗？是你们现在的行为让我害怕你们赖着不走。苏小姐，你这话太伤人了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被你们逼到家门口堵着有多难受？我报警。翠花，别闹了，苏小姐已经说了不方便。您好，云端小区8单元12楼，有人多次纠缠并试图进入我家，请派人过来。小姑娘，帮帮忙，我们家有急事儿，孩子东西落在楼上了，今天必须拿到。那套房不是苏小姐的吗？我们是亲戚，她现在不接电话，孩子一直在哭。按规定必须业主本人确认，就帮他一次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够了。谁报的警？他们在我多次拒绝后，仍然带行李上门，试图进入1209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就是想租房，他误会了，老人孩子都在，我们能干什么坏事？就是借住几天，又不是抢房子。我没有同意过。警察同志，是我家里人着急，方式不对，我愿意道歉，也马上带他们走。房主已经明确拒绝，你们不能再纠缠，更不能擅自进入。知道了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今天确实是我们不对。他道歉了，警察也来了。我以为事情终于能停在这里，可人被拒绝后的不甘比我想象的更麻烦。你刚才怎么不帮我说话？你都把警察招来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哼，这个苏小姐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大强，你不是跟她一个公司吗？以后能不能再劝劝？妈，公司的事儿不能掺和家里的事儿。64289不让住，我就不信她真能一点情面都不讲。这是什么？小苏，新人多做点事儿，成长快。这些旧资料下班前整理出来。这些不是我部门的项目。公司里别分那么清，年轻人别总想着边界，工作讲的是配合。默默，这些是王主管组里的归档资料。王主管，如果需要跨部门协助，请走流程，让我直属领导确认。你还挺懂规矩。刚来公司，当然要守规矩。你在家里把话说的那么硬，在公司也一点忙都不肯帮。所以这是因为昨天的事儿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前辈带新人。怎么了？我不想第一天就告状，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因为家里的事针对同事。没事儿，我安排小苏熟悉资料。新人多学点也好，但别耽误本职工作。小苏，王主管反映你协作态度不太积极。经理，我不是针对他，新人嘛，工作上不能太有个性。大家都忙，谁不是从杂活做起？王主管，请你说工作，不要评价人格。我就是就事论事，他可能还不太适应基层工作。我拒绝的是非本岗位未走流程的工作，不是拒绝协助。这件事儿先按流程核一下。小苏，如果不是你岗位范围内的工作，可以正常反馈。王主管，跨部门合作以后要先走确认。我一直想体面解决，可体面有时候会变成一句算了。被委屈的人算了，越界的人就赢了。默默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，王主管是故意的，但他在公司久，经理不想得罪他，所以我就活该被拿捏。
聊天截图、群消息、物业沟通记录、公司沟通记录。你要做什么？把家里的事儿和公司的事儿一件件说清楚。小苏，你说有事要反馈，我想说明2件事：第一，我愿意协作，但跨部门工作需要流程；第二，王主管把私人纠纷带入公司，对我造成了困扰。小苏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有。我那只是随口说的，年轻人别太敏感。随口说的话也能反映态度。我不是拒绝工作，我拒绝的是把私人恩怨包装成工作安排。王主管，这些情况你解释一下。我承认方式不妥，但我没恶意。你有没有恶意，我不判断，我只希望以后所有工作安排走正规流程。这件事我们会备案。小宝，别在沙发上跳，你爸马上回来，今晚咱们就在这住。在干什么？你吼什么？我们又不是白住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门开了，我们就进来了。门怎么开的？你管怎么开的？我给你转钱了。张翠花向你转账50元，备注1209一个月房租，50块钱就想强租我的房子。收了钱就是同意，你别想反悔。我没有同意，单方面转账不算租房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都住进来了，马上收拾东西出去！这不是租房，这是未经同意进别人家。这次你还说你不知道吗？所有人现在出去。凭什么？我钱都转了，我没收，你没退就是默认。我现在退给你，现在出去。我没有同意过租借，你们也不能用转账逼我默认。小姑娘，做事也不能一点情面不讲。这个是什么？别碰那个！孩子不是故意的，这个损失我们可以赔。对你来说是破木头，对我来说是我奶奶最后一次牵着我的手。你赔得起吗？苏小姐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是故意的。我说过不租，我说过不借，我说过不要进来。你们听过一句吗？苏小姐，怎么回事？查门锁记录，现在今天下午4点有一次临时密码开门记录，谁申请的临时密码？是前台生成的，但后台没有您的确认记录。这不是门开了，这是你骗物业开的。对不起，苏小姐，他说孩子作业本落在里面，我联系不上经理，就给了一次临时码。你从哪儿弄的密码？我就是想进去住几天。你骗物业开我家的门，我又没想偷东西，我就是想进去住几天。你疯了！我疯？要不是你没本事租不起房，我至于这样吗？你好，云端小区8单元1209，有人未经我同意进入房屋，并造成物品损坏，请帮忙处理。先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就是住几天啊。从你们推开门那一刻起，就不是商量了。轻微扭伤，手心也破了，这几天别碰水，注意休息。木木，你爸今天也在这家医院复查，听说你受伤了，非要过来看看。妈，别让爸来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已经晚了，他在路上了。你最近脸色真的很差。没事儿，事情快处理完了。你总说没事儿，但你都瘦了。我以前觉得讲道理就能解决问题，现在发现讲道理也挺费身体。苏小姐，他们说想当面道歉，您可以拒绝。让他们说吧。苏小姐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孩子还小，他什么都不懂。你要是真追究，我们一家就完了。我一把年纪了，哪懂你们城里的规矩？我就是进去歇歇，没想害你。苏小姐，损失我们会想办法赔，可你能不能别把事情闹到公司？我家就靠我一个人上班。你在公司针对我的时候，想过我也要上班吗？小宝，快给阿姨道歉。阿姨，对不起。孩子当然无辜，可大人把孩子推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更难过。他们不是为了孩子道歉，他们只是想让我看着孩子心软。小宝，你不用替大人承担错误了，孩子是孩子，大人是大人，你们该承担的不会因为孩子道歉就消失。你还有事儿？苏木木，我已经低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只是按程序处理。程序？你知道我在苏氏干了多少年吗？你一个刚来的新人，真以为凭几张截图就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要是真把事情做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糊涂事儿。我倒要看看，在我的公司谁能用私事压员工。苏总？什么苏总？他是我们集团董事长。苏小姐是苏总女儿。木木，怎么弄成这样？妈，你刚才说要用公司的事为难他。苏总，我不知道她是您女儿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不知道她是谁，所以就可以欺负她。如果她只是普通员工，你是不是就更理直气壮？苏总，都是我
我不懂事儿，我们也是被生活逼的。孩子要上学，老人要住，我们真的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可以求助，可以租别的房，可以申请社区帮助，但不能骗物业开别人家的门，不能把别人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。房屋入侵、财产损失、职场不当施压，我们会分开处理，具体责任以司法程序和公司制度为准。苏小姐，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？你每次提孩子，都不是为了孩子，是为了让我让步。这次不行。爸，我不想别人说我仗势欺人。你仗什么势了？他们会说我是靠家里把事情压下去。错了，身份不是欺负人的理由，困难也不是越过别人边界的理由。你没有逼他们，是他们一步步越过你的边界。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好事，但善良不能没有门锁。爸，这件事我不想靠身份压人。王大强怎么对普通员工就按公司制度查，他们怎么进我家就按法律程序走。好，那就依法违规。爸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在公司被人为难？小林给人事反映过一次，我让人事先按流程查，没插手。你说过不想靠家里，所以我一直忍着没来。可我没想到你连受伤都不说。木木，独立不是一个人硬扛。怪不得这么硬气，原来是董事长女儿。你少说两句。我凭什么少说？他不就是有人撑腰吗？他把事情闹这么大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事情闹大，对我们没好处。他有人帮他说话，我就让大家看看他是怎么把事情做绝的。经核查，王大强存在违规跨部门派工，利用资历压制新人，将私人纠纷带入公司等行为。相关聊天记录、录音、同事反馈均已留档。苏总，我承认我方式不对，但我没有恶意。我为公司干了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苦劳不是违规的免罪牌，资历更不是欺压同事的工具。我愿意道歉，愿意改。你需要道歉的不只是我女儿，还有被你用前辈身份压过的所有人。我也被王主管安排过非本职工作，不止一次，是怕得罪人。可今天我不说，下一个新人还会被他这么压。我也有。我也是。公司决定暂停王大强管理职能，并依据后续调查结果处理。木木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以前我们都觉得忍忍就算了，你这次让大家知道，前辈也不能乱来。我也是刚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忍让如果换不来尊重，就该换成规则。你管理职能暂停了，那奖金是不是也没了？公司还在查，这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啊？不行，他把事情闹这么大，我总得把话说清楚。你又想干什么？邻里纠纷闹到报警，公司也被牵扯，大家评评理。别怕。我们一家只是想临时过渡几天，苏小姐家里有空房，却直接报警处理。现在事情还牵扯到我老公公司，我们只是想求个方便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不是说强行进门了吗？老人孩子在场，确实容易让人心软。但房子是私人财产，还是要先看完整情况。大家先别下结论，未经同意不能进别人家。需要帮助可以找社区和物业，但不能要求别人必须让房。等等，之前50块租房的是不是他？50块是玩笑话，后来我们愿意给租金，他就是不肯给我们一点余地。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大吗？老人孩子都在，你是不是太冷漠了？2套房空着都不肯介意吧？默默，你看群了吗？看了。张翠花断章取义，你别被她影响。我可以帮你说话。先别。为什么？现在大家情绪在上面，解释越多，他们越觉得我心虚。那怎么办？不吵架，放证据。你看，大家还是讲理的。你这是讲理吗？没说你骗物业开门，没说你转50块备注房租，没说你把人家东西弄坏。我不这么说，他会放过我们吗？你越闹越收不了场，收不了场的是他。他不是有人撑腰吗？我就让大家看看他是怎么把事情做绝的。木木，我找到之前王主管违规派活的截图了，还有几个同事愿意作证。谢谢，但今晚先解决房子的事。第一，我拒绝过；第二，我帮他们找过房源；第三，他们转50元备注房租，强行进入1209；第四，临时密码不是我授权，平安扣也不是他们口中的没损失。我不会在群里吵架，后续交给警方、物业和法律程序。原来苏小姐帮他们找过房子，50块备注1个月房租，这不就是强租吗？临时密码怎么回事？物业必须解释。刚才情绪化发言的，还是先别下结论了。违规开门权限到底怎么出去的？这不是小纠纷，是安全事故。我们马上内部核查。经理是我违规给的，他说孩子有急事，我一着急就……你同情孩子没错，但你把业主家的门打开了。他怎么什么都留了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说不，是我们一直没听。那事情也不该闹成这样啊！妈，没人逼我们，那套房子从来就不是我们的。这次1209开门权限问题，是我们旧系统管理漏洞和员工违规操作共同造成的。
我们会承担相应责任，并完成整改。那以后是不是谁都能用孩子、老人当借口开别人家门？不会，旧系统已经停用，新系统必须业主本人2次确认，且所有临时开门权限全程留痕。我需要书面整改报告。还有，这次不是一句员工好心办坏事就能过去。苏小姐说的对，违规生成临时密码的员工已经停职培训，物业会承担门锁升级、房屋清洁以及相关损失的连带责任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当时真的以为是在帮孩子。你可以同情孩子，但你不能替我打开我家的门。整改结果要发给全体业主，没问题。这次幸亏苏木木坚持，不然以后谁家都不安全。之前我还觉得苏木木太较真，现在看较真是对的。边界感真的重要。团子，至少以后门锁安全点了。以前王大强一句新人多学点，我们就得加班到半夜。以后终于有地方说了。苏木木，这次不只是你的事儿，我知道，所以更不能退。被告是否还有补充？我承认，我们一开始确实想占便宜，也确实把自己的困难看得太重。孩子上学，老人进城，房租压力大，可这些都不是越界的理由。苏小姐，我以前总觉得，如果你当初借我们住几天，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。但现在我知道，这个想法本身就错了。如果我当初借你们住几天，你们也许会觉得我还可以再借几个月。如果我答应50块，你们也许会觉得水电物业也该我出。王大强，你的问题不是难，是你把自己的难变成了别人必须让步的理由。我以前总觉得是生活把我逼到这一步，可现在我知道，是我把自己的难处变成了别人必须让步的理由。我理解你的难，但这不是你打开我家门的理由。法院已经认定他们擅自进入住宅，并造成财物损失，后续处罚和赔偿会按程序执行。苏小姐，还好吗？裂了就是裂了，但至少我没有再让一步。事情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我们当时是真的没地方住。唉，要是当初好好商量，也不至于这样。爸爸，老师让写我的爸爸，爸爸帮小宝看看。可我们当时是真的着急，他明明可以帮一下。没地方住，也不能进别人的家，着急也不能把别人的房子当成自己的退路。一开始是我错了，我明知道50块离谱，还想让他低价租房。你错了，你带着人去逼他。妈也错了，觉得别人不帮我们就是坏，我们一家都错了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是啊，现在说晚了。爸爸，小宝作文弄错了吗？没写错，是爸爸做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不能住大房子了？大房子不是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的东西，不能硬要。苏小姐，我知道现在说对不起没用了。我以前总觉得我压力大，别人就应该多体谅我。可现在想想，你从来没有欠过我，我会承担责任。但我还是想求你，别把我孩子的信息牵扯出去。孩子是孩子，大人是大人，我不会把你的孩子放到网上，也不会让无关的人打扰他。谢谢。但该承担的，你们还是要承担。我知道。苏小姐，您刚才可以不答应他关于孩子的请求。孩子没有错，可他们之前一直拿孩子逼您让步，所以我更不能变成他们那样。该追责追责，不该扩大的就不要扩大。明白。坚持底线不代表要失去善意，只善意也要给对的人。苏小姐，新门锁和访客系统都升级好了，以后临时密码必须业主本人2次确认。谢谢。这次确实给我们提了醒，门是业主的第一道安全线，不能因为怕麻烦就简化流程。还住这里吗？不想住一回老宅。住，房子没错，小区也没错，错的是越界的人。那以后遇到事儿别一个人扛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回家。以后跨部门乱派活，是不是终于有人管了？有人管，但也要有人敢说。以前不敢，现在敢一点了。默默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机制通过了，我代表广大被前辈压迫过的同事来给你送奶茶。这么正式，必须正式。你这次不只救了你自己，也救了我们这些不敢说话的人。以后你可不能再一个人扛了。不会了。爸爸，我们以后就这里吗？这里不是大房子，但这是我们自己租的，住着才踏实。以后别再占别人的便宜了。明天一起吃饭，庆祝新人反馈机制正式上线。好。这次不是麻烦，是约饭。奶奶，我守住了。这次门真的锁好了。
我的房子、我的生活、我的人生都需要边界，也需要规则来守护。我依然愿意善良，但善良不该替任何人越过规则。